句子竟然类似怪石。马尿泡老了就像开花一样。横行的螃蟹被戏称为沙滩法拉利。它好凶啊！这就是正宗沙马蟹，一口鲜甜，满是独特滋味。沃土生奇菌，滩上出鲜蟹，两味相合，正是山海相融的本真味道。老广的味道之何谓山海？岭南山海相间，一边是层峦叠嶂的深山，一边是碧波万顷的沧海。岭南饮食以鲜为根，以清为韵。山间的醇厚与海边的清润，看似遥相对望，实则同出一源，滋养着在此扎根的每一代人。大海慢慢醒来，一艘艘渔船排着队离开港湾，驶向未知的蔚蓝秘境。不怎么挑的，这个太小了。好了，两人要不了多少？我受不了。每逢退大潮的那几天，这里就会迎来一场特殊的集市。四面八方的人们掐准潮汐的节奏，循着海风里的鲜香而来。味道要小一点。陈明波的海鲜加工摊在集市中人气很高，一个人守住3口灶，煎炸炒煮一气呵成。负责汤粉跟椒盐。热油声响处，鲜香便裹着镬气扑面而来。很香，也甜，和初恋一样。渔船陆续返港，游客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一个大集市。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火爆的海鲜摊最初是从一碗炒粉起步的。时间不一定的，有时候是3点，有时4点啊。只要出摊，陈明波的妻子谢小庚就得早早起来，准备当天售卖的餐食。做一点扣肉，有些渔民四海回来想吃饭，不想吃熟粉。扣肉得腌制3个小时才入味儿。谢小庚守着灶台打转，不经意间，鸡鸣唤醒晨光。扣肉终于炖好了，锅盖掀开的一刹那，浓郁的肉香瞬间弥漫整个庭院。陈明波采购完当天的食材，回到家里，几人开始分工协作。今天的低潮时间比昨天晚了1个小时，备菜的节奏也相对从容了些。陈家的摊位距离村子比较远，而且不通水电。每次出摊前，陈明波要备足燃气，灌满水箱。61够用了，那因为3个灶嘛，3个灶用气比较大，量比较大。这个水箱是装食用水，用口罩过滤那个水，香里香清的，吃得干净的水。等妻子把餐食做好装车，夫妻俩就朝着滩涂集市出发了。水尾村是一个3面环海的小渔村，在村边有一处珊瑚礁形成的岛洲，每次退大潮便会露出水面。潮水逐渐退去，通往岛洲的路面就会慢慢显露出来。心急的档主和海鲜商贩等不及海水完全退去，就驱车涉水而过。陈明波的大篷车也缓缓驶入这片滩涂。每个月是2个潮水，1个潮水是8000左右。那渔船什么时候回来，或是什么时候下来，跟着渔船找。刚把东西摆利索，头批渔船就突突突地回港了。谢小庚马上开档迎客。是因为渔船四海回来肚子饿，我是第一个去这里开摊买汤粉、炒粉。
这碗热气腾腾的碳水，是距离饥肠辘辘的渔民最近的温暖。鸡蛋下锅炒松，再放一把豆芽和些许青菜，和粉条一起大火快速翻炒。炒好的粉条根根油润发亮，不黏不坨，入口爽滑。没想到的是，这碗炒粉吸引了大批商贩和游客前来捧场。我喜欢吃炒粉，炒粉好吃一点。好吃，炒粉这里的比海南的还好吃。陈明波看到商机，索性在炒粉摊旁增加了海鲜加工业务，就地烹饪新鲜上岸的海鲜。生意火爆，引得其他村民纷纷效仿，海鲜摊档一下增加到6家。现在游客多了，他们开多几家也是让我们压力少一点。就算是我们自己做嘛，也忙不过来。虽然被人分薄了生意，但谢小庚从不抱怨。返港的渔船越来越多，海滩集市露出了它的真正面目。我们这条海沟啊，就是那个水是有流动的。我们的活口海鲜都是在这条沟上面，螃蟹啊、虾啊、肉上啊，都是在这边。水沟里藏着野趣，鲜虾蹦跶，鱼儿扑腾，游客们围在沟边，叫卖声、还价声，孩子们的惊呼声混合着海风的咸腥气，把热闹掀到了顶。我们从湛江过来的，从湖北过来的，这种原生态的是比较健康，什么都买一点，什么都尝一下吧。总有一些偷跑出来的小海鲜，让这里成为了小朋友们的游乐场。这是你抓的是吧？对。随着游客蜂拥而入，集市彻底沸腾。一家子齐上阵，忙的是热火朝天。炒粉老国产，他那炒粉是有名声的。我是汤粉、椒盐、竹鱼汤。热情的游客拥在灶台前，等不及了，干脆开启自助上菜模式。新鲜是陈明波征服游客胃口的法宝。旺油烧到冒烟，活虾直接下锅，高温瞬间把虾壳爆得酥脆浓香，撒上椒盐快速翻匀，动作粗暴，调味浓郁，但却让你吃出了一个字儿：鲜。刚刚吃了第一锅，觉得味道挺好，我们又到船上去再买了第2锅，打算打包带回去。刚出水的海鱼整理好，直接丢进清水里煮，汤头清亮，鱼肉细嫩，白灼更为简单。焯熟，蘸点豉油就入口，品出海鲜的本味儿。从出水到上桌，快则10分钟，慢则不超过半小时。食材到餐桌的距离之短，速度之快，让吃货们趋之若鹜。陈明波的摊档全开放、全透明，海鲜清洗、加工、收费全摆在明面上。我是靠量多赚一点，做越多就赚越多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自己要满足就行了。陈明波也不是一直守着渔村，年轻时曾在海南闯荡了20多年。6年前，他告别漂泊的日子，回来帮妻子守着这个小摊。因为他好辛苦，有时候半夜也要起来熬药熬饭。以前1年在家最多是20天，303天在外面了，更少更多，在家开心。一波波的客人来来回回，太阳渐渐沉进海里，晚霞把滩涂染成了金色。卖完了，再剩下一点点。今天总共卖了多少斤炒粉？120斤。人流车流渐渐散去，可还是有客人寻味而来。买到可以加工，买东西过来加工。陈明波重新点燃了灶火。因为客人大老远过来，想吃徐味的海鲜，不能让他们失望。随着最后一桌客人离去，喧闹了一天的海滩集市重归寂静。
终于能缓口气，在自家厨房里为自己张罗一顿晚饭。白日里的疲惫，仿佛都被这顿饭轻轻化解了。几道简单的海味儿，一家人齐齐整整，有说有笑。这或许就是渔村生活真实的模样。同是海边风情，阳西人偏爱的却是沙滩上的快马。老板，有杀马秀吗？有啊有啊。沙马是角眼沙蟹响彻粤西江湖的外号。用油爆香，倒入粥水之中，再加入瘦肉、鲜虾和小小的蚝仔，调味后沸腾2至3分钟，就是阳西人的心头好沙马粥。粥水吸饱了蟹肉的鲜汁，绵滑里透着鲜甜，沙马肉也因粥水的浸润变得嫩滑，越嚼越香。它好脆，然后它的肉很鲜甜。别看沙马个头迷你，来头可一点也不小。从白垩纪至今，已在地球上扎根了1亿多年。西图镇临海的几个村子，沙滩连片绵延，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洞口里，就藏着沙马的家。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沙马蟹洞，它挖出来的沙呈扇形状的。沙马洞口边缘堆着独特的沙塔，只有熟门熟路的人才能一眼辨出。它白天就躲在洞穴里睡觉的，晚上出来觅食的。我们一般都是晚上出来挖沙马。冯纯正自小在这片沙滩长大，对沙马的习性了如指掌。自家农庄开在海边，这是爸妈2005年开启的生计。妈妈既是采购又是大厨，一人掌管4个炉灶。今年夏天，冯纯正刚刚大学毕业，工作还没着落，索性给妈妈打打下手。现在工作难找，还没有上班，在家里学习一下我妈的厨艺，感觉她太累了，我帮一下她。看到儿子肯学肯干，妈妈心里甜滋滋的。在休息的空档，赶紧教冯纯正做些特色家常菜。9月了，杀多少钱？杀小鱼。看起来很简单的活，自己干起来是超级难。忙起来，日子过得飞快。等到母子俩收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饭碗一撂下，冯纯正就喊上女朋友，还有从县城赶回来的2个姐姐，拎着工具往沙滩走。对，在这里了。要吗？这里，抓！这个追到了。它就是在沙上面，它比较黏，没有一点阅历。沙马非常机灵，细腿一蹬，冲刺速度就能超过每秒3米，活脱脱是沙滩上的快马。沙马之名就是这么来的。它跑得很快，它会拐弯的。一脚油嘛，就好像沙滩上的法拉利。沙马的岩柄又细又长，顶端还竖着一根小角，即使躲在洞里，也能知道外面的动静。冯纯正和姐姐们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办法，挖洞抓蟹。就它洞口的大小决定它的尺寸，湿的就很方便挖了。应該好深。出来了！哦，可以。挖沙要技巧，冯纯正会用手指探一探洞口。我们要找到那个方向。出来了！挖到出来。这就是正宗沙马蟹。沙马一被挖出，就挥着钳子进行自卫，稍不留意，手指就会被夹得生疼。这是绝了！大姐冯纯洁护着弟妹，总会冲在前面。用沙子填住它，它就不会跑，就这样粗鲁，不然它直接跑了也很难抓。挖沙马最忌讳的是挖到另一种螃蟹，听名字就让人扫兴，居然叫做石马。它左前大，右前小。石马蟹它有那种土的味道的，
3个多小时之后，手脚酸软的4人终于收获了小半桶沙马。满载而归，有40、50只了。今晚上可以喝很多酒。把沙马拾到干净，冯纯正便忙着展示刚学的手艺。椒盐沙马配粥是再好不过的宵夜搭子。用热油一炸，蟹壳变得疙疙瘩瘩时，捞起来撒上椒盐粉，壳都会变得酥脆，咬下去咔嚓咔嚓响。当冯纯正抓沙马打牙祭的时候，数里之外的沙趴湾，有人在用另一种方式与沙马斗智斗勇。呢個地方人少，會特別多嗰啲大沙馬，放條嗰啲臭魚，佢聞到嗰啲臭味就會過嚟嘅。闻到臭鱼的味道，沙马一窝蜂地往桶边凑，一脚踏空就成为桶中之蟹。哇，抓了這麼多，20隻左右吧，一個袋裝1隻，咁樣就唔會打交嘅。抓到的沙馬，陳顯尊並不會立即處理，而是放進沙池裡養着。1、2日就餵一次，養得2到3個星期。沙馬越養越多，陳顯尊也逐漸成為周邊飯店的供應商。一齊有2、300隻，一日都清晒嘅。陳顯尊曾去香港打工，聽說家鄉開發旅遊，便揣着積蓄回來學廚做生意。10來年的摸爬滾打，處理沙馬早已得心應手。老廣們最饞的就是沙馬的那一口鮮。沙馬熱油爆炒，放入焯水去色的苦瓜，加水焖煮片刻，調味後收汁。沙馬的鮮居然能逼出苦瓜的甜。醃好的牛肉片鋪底，碼上一層沙馬，拌點蒜末去腥，大火蒸透。出鍋撒上葱花，淋一勺熱油，沙馬的鮮甜味直鑽鼻腔。呢一隻就係我哋喺出邊啲遊子翻到嚟都係心心念念嘅一個家鄉嘅味道。五種係叫做鮮甜嘅，一啖蟹一啖燒酒，啱啱好。鮮甜的沙馬粥暖了陽西人的胃。而梅州椒臉的豬膽乾正等着揭開它的味覺傳奇。那有沒有豬膽呢？豬膽啊！豬膽啊！豬膽啊！我沒有。我們這邊沒有啊，全部扔在地上。說起膽囊或者膽汁，想到的就是個苦字。動物膽囊常因苦澀而被丟棄，但在粵東的椒嶺，豬膽卻是必不可少的美食材料。有沒有辣豬肝？好，給你拿一點。因為這個豬肝啊，工藝很複雜，很難做，很耗時間。這擺出來的話，很快就賣完了。當地人所說的辣豬肝，外表黝黑，硬邦邦的，可以用來敲碎核桃，但它卻是梅州客家地區傳承數百年的傳統美食。在20世紀40年代初，甚至在報紙上刊登過廣告。這個呢是辣豬肝，我們每年做這豬肝啊，大概1、2千斤，總共辣味大概1、2萬斤。我們就有8樣辣8味，豬肝是一定要有一點的。蒸辣豬肝是當地的一道名菜，辣豬肝稍稍清洗，水開後入鍋蒸15分鐘。每天凌晨4點多，周海英家的肉鋪就會開門，等待當天剛屠宰的新鮮豬肉。這段時間我老公那個身體不好，就是叫他們做菜嘛。2008年，在珠三角打工的周海英，因公婆年邁多病，辭工回家。4年後，夫妻倆買下鎮上臨街的房子，開啟了豬肉檔。
最近丈夫刚做完手术，周海英心疼老公，所有的活计都自己一个人扛。牙龈梗堵塞，切牙龈梗，现在是休养，早上就可以早一点起来，然后休息一下。周海英没忙多久，丈夫刘兰兵怕妻子累着，还是早起过来帮忙。没办法，现在生病以后，什么都压在我老婆一个人身上了。天还没亮，肉铺就迎来了今天的第一位熟人。所以我唔落去拜师傅啊，86啊，他们86都还要干。卖多少钱？卖3年。3块，要问就要3块。改呀，3块啊。原来阿婆不是客，是送自家的菜过来，让周海英帮忙销售。按看吧，6块钱。这是他自己种的，没地方摆，我们就是帮他卖嘛。这多都是10多个人拿来这里，没卖完就他自己拿回去哦，我又没有收他费用。周海英帮山里老人卖菜多年，在他眼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看这些老人家在那里卖菜，要站几个小时，反正我这里也可以放，就是帮他卖啊，我就顺手的。南方的冬天有别致的冷，冬至前后朔风一刮，天干地燥，这样的天气正是做腊味的黄金时节。周海英的家藏在群山包围的南气镇，她和丈夫赶着请好，一头扎进腊味的制作里。每年多的时候有5、6千斤，每年都卖干了，大家都抢着要。周海英做的腊味里面就有稀罕物腊猪肝，不是做很多，我们一般都是做4、50斤吧。山里的乡亲互帮互助是常态，在没卖猪肉前，周海英压根儿不会做腊猪肝。附近的那个老前辈啊，他们都做过的，就教我嘛。这层调上呢，晒得快一点，稀疏让它入味一点啊。猪胆才是梅州腊猪肝独特风味的秘密。猪胆呢是一种中药，2副猪肝放1半的。从明朝延续至今，制作流程从未改变。猪肝拌胆汁是关键工序。放在这里腌制2天。蒸煮之后，猪胆肝的口感变得柔韧，浓浓的辣香味直钻鼻腔。切片装盘，无需多余调味，就是一道特立独行的硬菜。我以前去凤阳锅这单有吃掉，吃进嘴巴里就是很香的那种感觉，松就一起的。吃猪胆肝讲究一个慢字，小块入口，细嚼慢咽。甘甜醇，平时可以当零食一样这样吃法。2天的时间转眼即过，周海英腌好的猪胆肝该拿出来见风见日了。腌了就是会变颜色，变得比较白点。风干吊晒是猪胆肝制作最磨人的一步。晒10天左右吧。你这个是晒了4天了，那么干了，捏一下了，整齐一下了。周海英说的整形，是趁着猪肝没有完全晒干，把形状捋顺。这不光是为了好看，更是为了口感。每隔2、3天就整一次，捏了一下就它松了，吃的时候不会那么硬。晒好的猪胆肝泛着油润的紫褐色，闻着有股蛋香，摸起来坚硬似铁。老广常说冬至大过年，冬至这天做完腊味，周海英终于有时间琢磨家里的团圆饭了。上山去挖猪笋肉。蕉岭南气镇掩映在群山之中，四周竹林连片成海。竹笋是1年4季都能挖到的山珍。这竹叶都茂盛的那个就是有竹笋的，很稀的那个竹叶就是没有竹笋的。冬笋是藏在土里的山货，要想挖到它，得有双鹰笋般的锐眼。那个土啊，是有一点冒开的，可能也有笋。挖出来了，冬笋，漂亮。就是，哎，还有一颗。
有的这地方就是一窝有3、4条。走喽，回家喽。自家做的腊肠、腊肉、腊猪肝齐齐上锅蒸透，切片装盘，一道菜多种味道。腊猪肝与笋片一起下锅，再淋上蒸腊猪肝时留下的汁水，翻炒入味儿。醇香的腊猪肝和着冬笋的甜，多了一缕山野的清新。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啊！我儿子打了电话来，阿明叔叔，对呀，阿平叔叔，阿爸啊。通过视频电话，周海英和丈夫跟在外打拼的一双儿女隔空凑了一顿团圆饭。講啲好話嚟講，自己話身體健康啊，跟你同事過節都。人家結婚喺上班嚟嗰度上班。電話裡的嘮叨，一句句全是藏不住的牽掛。山村的冬至夜，風很涼，一家人的心意驅散了不少寒意。粤东辣味的醇香尚在舌尖儿，粤北腹地的菌菇已把清新风味缓缓释放。黄罗定的家藏在广东第一峰和第二峰夹着的山坳里，四面青山环抱。黄罗定在江门电子厂打了2年工，10年前回老家开起了民宿。正逢暑假，读小学的3个孩子都在家里帮忙打下手。阿妹，快一点啊！上菜，你们快点。老講味道，到時睇翻自己啊。南岭腹地的小山村里，有一种夏秋时节的山珍，名字不雅，但滋味地道。这个是马尿泡，今天你来到这里，真的有口福。就现在这个季节才有。对，过了这时间没了。好香。黄罗定所说的马尿泡，是一种长在沙壤土、灌木丛、枯枝落叶中的蘑菇。没成熟的时候，它的样子很像块石头。神奇的是，未长开时不小心踩到会爆出一阵烟雾，待到完全成熟时会开成大朵黑色的花瓣，远看就像一堆马粪，于是得名马粪包，学名马脖。一般都是切片呢，切薄薄一点嘛，老一点的那个香味就比较浓一点，嫩一点的香味比较淡一点嘛。采摘的野生蘑菇必须先焯水，花肉下锅出油，再放辣椒，等呛人的辣味弥散出来，倒入马脖和調料，翻炒至熟。好鮮味，咬落去有啲粉味。嗱，呢個係爽啲。怎麼找出來的？黃羅定是當地的一名護林員，今天巡護完固定路線後，就帶着12歲的大女兒開始了尋菇之旅。你看這裡一片的馬尿泡，看到沒有？看到了。這個比較老一點，這種呢就比較嫩，這一種就比較好吃一點。靠山吃山，馬脖正當季。这份季节限定的山野鲜味儿，黄罗定可不会错过。这太小了，不要了。马脖挑剔，只长在山清水秀的山区半山区，从冒头到包子成熟爆开，拢共只有4、5天的光景。过了会爆的，就老了，就像开花一样，就是。今天收获还可以，10来斤。马脖好吃，处理起来却要费些功夫。化了。变成那个粉的了，都坏完了。削掉老硬外皮，只留里面嫩滑的心子。这个削了皮就是这样的，像黑松露一样，闻起来还挺香的。破开的马脖松松软软，像棉絮，黑白相间的纹路竟和黑松露有几分神似，老远就能闻到蘑菇的清香。挑最嫩的马脖切块焯水，新鲜排骨略略翻炒。和马脖一起焖煮，10多分钟吧，切得太大块了，怕它不熟嘛，所以要煮久一点。一锅焖熟，肉香浸着菌鲜，菌鲜裹着肉甜，2种食材彼此衬托，满是山野本真滋味。南岭像一道天然屏障，
挡住了北风的干冷，促成了山地间温润潮湿的环境。1000米上下的海拔落差，厚厚的腐殖质层，孕育出数百种野生菌菇。雨后第2天，黄罗定领着孩子们钻进了山林，去寻找另一种可遇不可求的蘑菇。你毛毛虫注意一下就可以了。不怕毛毛虫，一脚给踩死。你一脚给踩死就不行了。是不是蘑菇？是。能不能吃的？不能。不能吃的这种就知道没有？有毒。山上满天长出了大笨蛋。这句顺口溜可不是玩笑。踩过的间隙，黄罗定总不忘教6岁的儿子认菇常识。这一片都是杂树林，从这里走上去，爬不上啊，爬不上，你要爬啊。姐姐找到没有？爸爸，这有个像珊瑚一样的。那个能吃的。黄白的。跑在最前面的大女儿首先发现目标。这个菇叫灯芯菇，我们这些山上比较少的，这些运气还是不错。灯芯菇学名叫珊瑚菌，顶端枝丫丛生，向海底舒展的珊瑚，也像森林里长出的鹿角。有人嫌它模样怪，叫它扫把菌、老鼠角。可这模样奇特的菌子，偏偏对生长环境挑剔到极致，至今没法人工培育。6月份才有，有些是黄的就坏的了，像这还挺新鲜的。珊瑚菌的赏味期更短，雨水一多，不出2天就会发黄腐烂。摘的时候要很小心，很容易烂。爸爸，你看那里好多宝贝。意外的收获虽然不是很多，但足以让人兴奋。采回来的新鲜珊瑚菌，黄罗定要抓紧时间处理。你看这个菇一离开土就2-3个小时后就开始变颜色了，拿回家里要及时处理，不是这个就会发黄了，就不新鲜了。先货先吃，才不辜负这份山珍。姚家熏肉下锅，煸出油脂，辣椒和珊瑚菌先后入锅，旺火快炒，待到辣香呛喉，立马起锅。吸饱了熏肉的咸香和辣椒的爽利，原本淡味的珊瑚菌瞬间有了烟火底气。欢快的时光总是容易消逝。9月一到，孩子们又将返回镇上求学。黄罗定想着，给孩子们做点吃的带上。鸡腿菇小火慢炸，把水分一点点收干，炸到通体棕黄，撒上盐调味儿，关火晾凉。此时的鸡腿菇水分只剩1-2成，嚼着带着点韧劲儿。还可以啊，清洁，把这个装瓶里面带学校就可以吃啊。有时候有空就做，做的时间比较长，比较麻烦一点。炸鸡腿菇算不上稀罕物，可这一口韧劲儿里裹着的是父母的牵挂，嚼着嚼着就能尝到家的味道。每逢周6日，番禺大夫山山脚下的这家小餐馆早早就坐满了顾客。卢锦成家庭小馆的主打食材正是梅花鹿。鹿肉与甲鱼同煲的做法，2016年一经推出便长盛不衰。卢锦成是番禺中村人，凭着一手粤菜功夫，早就拿了国家2级厨师证。慢老細，慢走啊！饭市落罄，卢锦成总算能歇口气。老卢一度转行，2016年重启炉灶，可刚开始店铺里冷清的能跑马。卢锦成的儿子卢浩贤憋出了个主意。咁我就直接擺咗隻鹿箭在原上，就冇辦法唔做啦。卢浩贤先前做電商，虽没学过厨艺，但在总结网上资料并结合父亲所长后，设计出了一系列鹿肉菜式。甲鱼鹿煲就是这样诞生的。鹿排调味后，文火慢焖。
分嘅1個鐘頭。再和甲鱼一起煲10分鐘，焖好的甲魚鹿排香氣濃郁，甲魚裙邊豐腴透亮，鹿排燉得軟爛脫骨。原毛鹿煲係賣得最好嘅，一個月大概都300零份左右啦。鹿肉成為粵菜食材，離不開嶺南與東北的親密合作。重開餐館近10年，盧家父子一直跟東北鹿場在線上對接。這次決定千里奔赴，就是想親眼看看自家梅花鹿的故鄉。第一次嚟，好似好開闊咁啊！啲地方。土生土長的南方土豆，第一次到東北，處處好奇。呢度好似紅火啲咁啊，個太陽，好似大個啲咁啊，望落去好開心啊！望下一片平原咁呢啲地方啊，啱啱收割完啊。長春市鹿鄉鎮是庭院飼養梅花鹿的發源地，鎮裏5000多戶人家以養鹿為主。這裡也是盧錦成父子的目的地。合作多年的網友終於要見面了。陳姐你好，東北是不是冷啊？冷啊！第一次見。我們這麼多年也是互相信任走過來的。陳英有近40年的養鹿經驗，家裡現養着100多頭梅花鹿，養鹿的手藝也傳了3代。近年梅花鹿市場放開，周邊產品走俏。陳英轉而打理家庭小店，鹿場交給女兒滕雨欣。帶客人看鹿，她最熟門熟路。等到來年5月份之後，白色的梅花斑點就露出來了。現在冬季都換毛了，那個梅花點都沒有了。對，就是一層厚厚的絨毛。東北天寒地凍，鹿靠絨毛過冬。盧家父子雖然接觸梅花鹿10年，到了鹿場反倒成了好奇的學生。鹿茸啊，就幾月到幾月？每年會生長2回的。這頭很大，這頭像頂人的樣子。那種住3天的，就是一頭種鹿。這個就是年紀偏小一點的。小七，過來，它現在是5個月大啊。摸一下它就舒服了。沒有吃的啦，真慘。80、90年代流傳着一句話：1萬元不算富，10萬元剛起步。我們養鹿呢，當然是奔着7位數的來的嘛。來到鹿鄉，吃鹿肉是必須安排的。廚藝的南北碰撞就此拉開序幕。有朋友來呀，做下鹿肉菜招待遠方的朋友。鹿腎切塊煮熟，熱油炸透，和熟的連皮蒜子翻炒，蒜子鹿腰鮮辣夠勁兒。新鮮鹿肉切片，猛火熱油所汁，爆香料頭後，用鋪滿洋蔥的鐵板盛着，點上酒精保溫。即使在呼嘯的北風裡，也能吃得渾身發熱。我而家整翻2味我哋嘅粵菜俾吉林嘅朋友試下。切成薄片的鮮鹿茸，外層致密，內層疏鬆，骨質透明，像極了脆嫩的軟骨。網狀多孔的結構，有效儲存了新鮮鹿血。用鹿骨熬出的高湯，先後加入人參、杜仲、白芷、黨參、陳皮，最後是鹿茸片和雞肉登場。煲1個鐘就 OK 啦。人參鹿茸雞湯。鹿血拌米飯並非黑暗料理，雞蛋炒熟，薑末菜心類米飯先後入鍋，直到鹿血變成黑褐色，每一粒米飯都裹着鮮香，只是看一看便胃口大開。今天來一個南北大碰撞啊！這個可以，可以，有一點脆脆的啊，很乾香。那你這個啊，哎，好嘞。回到廣州後，兩人趁熱打鐵，又琢磨起了新菜式。東北之行都學到唔少嘢嘅，梅花鹿一啲比較酥嘅部位處理得好嘅話，都可以好好食。所以我就諗結合粵菜嘅做法都可以試一試。元旦午市收檔，
卢家父子与员工围炉贺岁，顺便尝尝新菜。新年快樂啊！好，新年快樂！嚟，身體健康，成嘅。从岭南到东北，这场跨越地域的融合与创新，化作寻常百姓餐桌上那一锅热气腾腾的暖意。陈志田是南海人，2011年之前在番禺大溪市場賣魚。10年嗰時咧，香港話呢個觀龍島上面有魚塘8巴，咁我就慕名而來。關龍島坐落在市橋水道和沙灣水道之間，離珠江入海口不遠。島上空氣清新，經常有人來此騎行漫遊。2007年，廣州地鐵4號線2期開通，陳志田嗅到了商機，開啟了自己的第2份事業。08年嘅夏天啊，我就係坐呢一趟列車經過呢個島，當時一見到咧，愛上咗度啦。而家我就承包咗啦，嗰一大片嘅土地。少年時因父親早逝，陳志田便每日早起飯菜貼補家用。這段經歷讓他格外珍惜土地。他約上好友，踏遍兩廣山川，只為尋覓一些既適配關龍島水土，又滋味鮮美的水果。大類有50個品種，細類嘅超過100個品種。馬來西亞嘅紅楊桃，呢啲就係四季龍眼啦。嗰啲肉質係脆、爽、甜、多汁。去過馬來西亞，又去過海南島，又去過福建。最初幾年，引進的植物水土不服，陳志田交了不少學費，但他鐵了心並沒有放棄。慢慢的，農場4時瓜果飄香，綠蔭裏雞鴨成群。即係我哋招牌菜啤酒鴨，點外賣用得最多嘅就係啤酒鴨。啤酒鴨沿用的是傳統做法，鴨子用油稍稍煎黃，把白砂糖炒溶，再用香料和菠蘿皮一起燜煮。一個月賣2000-2隻啦。除了啤酒鴨，這裡還有一種本地特有的美味，藏在關龍島周邊的淤泥灘裡，每每提起，總是讓人回味無窮。很鮮甜啊！你點整嚟食都有。瀨魚豬頭菜啊，最興呢手嘢啦。奶魚便是島上的隱秘之味，將奶魚煎至焦黃，用清水煮一煮，只不過數分鐘，湯色即變成牛奶似的白色。正因為湯色奶白，這種魚才有奶魚的稱呼。把澱粉醃過的奶魚炸透，渾身金黃時撈起，撒上碎辣椒和椒鹽粉一起翻炒均勻，便是一道配酒的佳肴。我哋一般食奶魚咧，就嗰個頭係唔要嘅，牙齒啊好鋒利啊，好容易會整損個口腔咯。成條咬碎咁食嘅，因為佢啲骨咧係蔗渣骨嚟嘅。抓奶魚得看潮水，關龍島本地人一到季節就會密切關注潮水的變化。潮水夠未啊？夠，唔夠啫，唔夠啫。幾時夠乾先有窿先嘛？奶魚學名狼牙蝦虎魚，長着6到12顆外露的彎彎大牙，通體泛紅無鱗，身形瘦長如蛇，是廣東中山番禺鹹淡水交界處的食材。因模樣不甚討喜，骨多肉少，早年不過是漁民果腹的廉價水產。潮味適合，正是抓奶魚的好時機。一大早，陳志田就來到渡口附近的灘塗碰碰運氣。兩位靚女，今日多唔多奶魚滑啦？中秋節之後就開始有㗎啦，呢2個月都係比較肥嘅。關龍島的灘塗少沙多泥，泥濘不堪，這是奶魚最愛的棲息之地。一般都係喺嗰個灘嘅底下20公分左右啦。佢會走上嚟灘塗面唞氣啦，嗰個洞口喺度唞氣。啲係啦，好難辦。哇，咁難辦，好難搞喎。好深嘅，而家我腳踏喺度最少有40公分嘅淤泥。雖然舉步維艱，但奶魚的誘惑更大。
而挖奶魚更是門手藝活，沒有繁雜的工具，全憑一雙手的巧勁兒。佢挖奶魚嘅時候咧，一般我哋隻手咧就每隻手啫離開大概係1到2厘米度，好似豬八戒嗰個狗舌張扒咁。睇先，給我水啊！你有啊？驚喜總在不經意間降臨。有條啊嗱，甜水啊，揾一餐食啦。呢條咁大條啊，靚姐。呢條咁大條。哇，這麼多啊！哇，呢條大條到，呢條大一條，咁啊真係最大一條啦嗱，呢條奶魚旺啊，30公分又多啊。Hello， 有冇2斤啊？咁中午啲炭燒酒好難搞喎。今天運氣好，收穫頗豐。陳志田在關龍島生活了近16年，每年重陽節，他都會宴請島上的老人，以表自己的心意。大概今日擺6圍，60歲以上咧72人。嗰啲魚片洗乾淨攞入嚟就得啦，係嘛？係啊。我喺個農場裏邊打雜啊，我哋咧冇話分老細公仔嘅，我哋乜都做嘅，永遠都係救火隊長。奶魚便是今天宴會的菜單之一。處理奶魚要的是耐心細緻，去掉魚頭，刮除內臟，簡單醃製後上籠蒸至4分鐘，淋上滾燙的熱油，豉汁的鮮香與魚肉的本味瞬間交融。這道豉汁蒸奶魚，肉質細嫩鮮甜。另一種做法更是凸顯鮮醇，奶魚煎至兩面金黃，再放入鹹鮮的冬菜，燜煮2-3分鐘。冬菜的鹹香與奶魚的鮮甜相互浸潤。今日重陽節，祝願各位都身體健康，精精神神，乾杯！乾杯！好好食啊！啲奶魚啊，好味啊！老人們品嘗的不只是貪圖的鮮味兒，更是沒有被人遺忘的溫暖，也品味着陳志田多年如一日的敬意。揾多啲甜哥，好，大家嘛，大家嘛，好，精神，應龍啊，精神，好。一口鮮來自山林雨露，一味甜取自江海潮汐。尋常人家的灶火烹調着時令，鄰里間的牽掛暖着人心。這便是屬於嶺南最綿長的人間至味。